我和谢渊夫妻和鸣，孕育了一儿一女。世人都说我一个商贾女家能嫁给谢渊是天生好命，我也深以为然。重生回到16岁这一年，我手捧绣球，静等打马游街的新科状元郎。可谢渊却挥开了绣球，他甚至完全不在意绣球砸向了谁，就仿佛我此生嫁给谁皆与他无关。我猛地惊觉，这一世谢渊想换妻了。后来啊，我所嫁的良人便是他亲手用绣球砸中之人。我重生到了16岁抛绣球这一日，我毫不犹豫，还是静等谢渊出现。今天是新科进士们打马游街的大好日子，朱雀大街人头攒动。谢渊身为状元郎，自是在游街的最前列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。回忆前世，我二人琴瑟和鸣，举案齐眉。谢渊一路官拜内阁，让我这个商贾女成为了权贵夫人。日子虽有磕磕碰碰，但已算是上等姻缘，故此重来一世，我依旧坚定地选择他。当游街队伍出现时，人声鼎沸，我一眼就看见了谢渊。眼下他正当年轻，端的是公子风华正茂，朗朗如玉。前世谢渊死后10载，我才故去，此刻得见久别重逢的故人，我自是兴奋，以至于忽略了谢渊脸上的阴郁与老练。婢女婉晴催促道：“小姐，您瞧，状元和探花他们都来了。”李家虽是商贾，但家大业大，还偶会接手皇家的生意。我是家中长女，从小就盘算着如何将李家发扬光大，故此我挑中的夫婿自是不能太差。我与谢渊半年前已经结识，他初来京都，人生地不熟，又遭贼人窃取了盘缠。我念他品貌不凡，又是个读书人，遂出手相助，邀他入住李家名下客栈，还赠予了银钱。谢渊说过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，我也并非要求他回报，更没有挟恩图报的意思，只是我二人正当年轻，春心易动，他也多次表达了好感，我与他互通了心意，如此我才会选择今日绑下捉婿。我捧着绣球，目光都在谢渊身上，在他路过金玉阁下方时，将绣球朝着他砸了过去。我以为一切会如前世一般无二，谁知谢渊抬手，那双深邃眼眸古井无波，也无任何情意。他直接抬臂挥开了那只绣球。我二人对视的瞬间，我猛地心间一颤，不对，这不是谢渊寻常时候看着我的眼神。那只偏移了轨道的绣球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砸向了处在长街角落里的莽汉身上，众人惊呼，婉晴张大嘴尖叫出声：“啊，小姐，错了，砸错了！”我脸上的笑意僵住，谢渊的目光瞥开，断开了与我的对视。他骑着马缓缓往前，继续游街。他根本不在乎那只绣球，他也不关心绣球最终砸向了谁，他不想再娶我一次，也不顾我会嫁给谁。他将我一生的姻缘轻飘飘地挥了出去。他这一世想换一个妻子了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也完全超乎了我的预判。爹是一个情绪十分充沛的商人，轻易落泪。我李家的女儿如何能嫁一个乞丐？娘生的美貌，但力气大，一掌拍在了案桌上，茶具齐齐颤了颤。事已至此，李家也无法反悔。那谢渊竟是个背信弃义之人，早知如此，我儿就不该绑下捉婿。他自己不想娶，也不该随意将绣球转给旁人。小弟努努嘴，我早就说过，读一肚子书的人未必是好人。我手脚冰凉，后知后觉，逐渐意识到了一桩事：谢渊或许也重生了，可我与他前世明明算是恩爱夫妻，他为何要突然变卦？若说半分不伤心，那一定是假的。可我不是悲春伤秋的女子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埋怨哭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一家人正愁云惨淡，一道雄厚磁性的嗓音传来，他像是许久没有开口说话，嗓子有些沙哑，倒也好听。我并非乞丐，我家住城东，姓温名景然，这几日刚好在京中做工，无法赶回家中换洗衣物，这才落魄了些。小姐放心，我定不会讹上小姐。等到外面的人散去，我便自行离开。这桩婚事可以不作数。听到了熟悉的名字，我心头咯噔了一下。温景然，前世那个战功赫赫的草莽将军，他早年丧亲，独自一人抚养弟弟妹妹。20岁那年被抓壮丁，上了战场。后来凭借双拳正下军功，30岁那一年便战死沙场。我还曾一度唏嘘他英年早逝，此刻高大的男人站得笔直，并未因为贫寒而生出一丝怯弱。温景然生了一双好看的桃花眼，我曾经见过他骑着战马凯旋回京的场景，与眼前这个满脸乌黑的男子截然不同。爹见温景然不贪图富贵，他大喜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若肯放弃婚事，我李家不会亏待了你。来人，取银子过来。温景然却抬手打住，李老爷不必如此，小姐的绣球并非砸向我，我也不是自己抢到了绣球，这纯粹是一场意外，我不会收下银子。爹与娘面面相觑，可若让外人知晓我李家出尔反尔，不认婚事，势必会让人唾弃。
李家生意做得大，这些年没少树敌，商贾重利，但信用才是最重要的。失了信用，便也失了人心。何况抛绣球一事已是满城皆知。温景然蹙眉，他似乎不是愚笨的莽夫，很快就弄清了事情原委，提议道：“不如我对外界澄清，是我舍下婚事，也是我拒婚，如此便能保住李家与小姐的名声。”温景然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不免对他心生敬畏。爹和娘也松了口气，爹坚持要赠送银两，我却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这门婚事我认了。不作废，温景然，我便只问你一句，你可愿意成婚？谢渊要换妻，我总不能去死缠烂打，人总是要往前看。温景然体格健硕，比我高出了整整一个头，他生了一双好看的凤眸，瞳仁漆黑明亮，可惜他的脸实在太脏，瞧不出原本的模样。被我凝视着，他的眼神出现片刻的慌乱，稍作犹豫，便正色道：“我配不上小姐。”这算是拒绝了。言罢，温景然双手抱拳，便转身离开。我打量他的同时，瞥见了他脚下的鞋，这双鞋已然破损，他的大拇指都露出来了。一想到温景然会死于30岁那一年，我心生不忍。那一战，温景然死守城池，在没有粮草的情况下，硬扛了1个月。因为他的坚持，援军才赶到，护住了边关。彼时我就在临城，心中涌上莫名情绪。我并不知自己是因何缘由重生，但决然不是为了再加谢渊一次。既然谢渊要换妻，我也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叫住了温景然，等等。温景然止步，侧过脸看向我。我问温大哥，你多大了？他烧脸眸，依旧客气大方。下月就满19岁了。也就是说，还有1年，他就要被抓壮丁。前世他熬了10年，还断过一臂，才熬成了大将军，被世人称作独臂将军。我怎么觉得他这样的人不该是那样的结局呢？外面不知几时变了天，已是大雨滂沱，我刚好趁机会挽留。外面雨太大，你一时半会也赶不回去，不如今晚留宿。温景然你没犹豫，我却不给他回绝的机会。来人，将温大哥领去乡院，再送去饭菜。对了，准备一套合适的衣裳和鞋袜。这样大的雨，再过一会天就彻底黑了，他还如何赶路？下人领命，这便邀温景然去乡院。温景然望向门外，观察了一下雨势，这才抱拳道：“多谢，那今晚就叨扰了。”瞥去他一身褴褛，此人当真气度不凡。爹和娘连连叹气，谢天谢地，这姓温的郎君是个体面人，并不死缠烂打。谢渊实在太过分，他不欲娶我儿，也不该将绣球抛给旁人。是啊，若非这次运气好，咱们女儿可就毁了啊！那谢渊就不担心绣球可能真会抛给乞丐。我也暗暗吐了口浊气，绣球砸中了温景然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当夜一宿大雨，我迷迷糊糊中像是睡迷糊了，分不清前世和梦境。我梦见了谢渊死的那日，他是因公殉职，死在了剿匪的路上。朝廷兵马寻到他时，他怀里还抱着一个被掳走的官家孩子，那孩子被他死死护在怀中，捡回一条命。谢渊一贯性情冷淡，待人疏离高冷，他身边从无莺莺燕燕，与我也一直相敬如宾，就连我们的一双儿女，他也不太热忱。我从未想过他会为了护着一个旁人家的孩子，将自己的性命交出去。次日一大早，我被婉晴唤醒，小姐，那负心汉登门了。我反应慢了半拍，才意识到婉晴嘴里的负心汉是指谢渊。我穿衣洗漱，去见了谢渊一面。有些事情已成定局，但我想要一个答案。见到谢渊时，他身着一袭宝蓝色锦缎袍服，褪去了穷酸相，这人负手而立，眼下还很年轻，却有一股经营官场的威压。他果然也重生了。我走了过去，谢渊一看见我，微微颔首，言明来意。李小姐，这些东西是你此前赠予我，我如今如数奉还。另外，这些银子算是我对你的弥补。我随意扫了一眼他带来的文房四宝，孤本、杨之玉的镇纸，的确都是我之前赠给他的。我笑了笑，问为何？前世他接了我的绣球，我二人大婚之后，他也与婚前一样柔情似水。我与他之间虽没有山盟海誓，但也并未发生任何不愉快。李家全力辅佐他，到处打点，四处撒银子，替他铺路，助他扶摇直上。他也扮演了一个合格的李家女婿。我实在不懂，他重生归来为何这般冷漠。我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无意识地伸出手，想触碰一下我曾经的年轻郎君。此举无关风月，无非只是怀念。谁知
谢渊突然伸手扶开我，地面下过雨，青苔滋生，我脚下不稳，往一旁栽了过去。就在我以为即将撞在太湖石上时，腰肢一紧，我被人稳稳接住。我一回头，看见了温景然的脸，他换了干净衣裳，也洗净了脸。这人竟甚是俊朗，不同于谢渊的文人气度，他则更偏向于阳刚俊逸。我的手抓住了他的衣襟，可大抵是他的身子太过羞韧，我抓了个空。见我站稳，温景然立刻收手，又后退一步，与我保持了距离。李小姐，你小心些。而此刻，不仅是我一人震惊于温景然的相貌，谢渊也一愣，他认出了温景然，前世同朝为官，温景然后来又成了响当当的大将军，谢渊不可能没印象。是你？他看向我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愤怒。昨日接绣球的人是他？我不免觉得好笑。谢渊，倘若绣球砸中了旁人，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大反应？谢渊抿了抿唇，终是没继续说什么。他颔首辞别。李小姐，无论如何，我愿你安好。只不过有些人注定活不了太久。他转身离开，一旁的温景然自是听得云里雾里。他倒是很会安慰人。方才那位是昨日的新科状元，是李小姐的旧相识吗？李小姐，你看开些。此刻我却更关注另外一桩事。我问温大哥，你可有什么夙愿？他脱口而出，不卑不亢，吃饱喝足皆可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很想建功立业呢，一想到他是为了那点口粮才拼死打战，我心中又不忍。我忽然发现，才重生半日，前世朝思暮想的亡夫，倒还不如眼前之人了。是我太过善变了吗？我提议道，你既不愿意成婚，李家也不会勉强你，不过李家倒是可以雇佣你。温景然笑了，露出一嘴整齐的白牙。李小姐，你不必同情我，还是个犟种呢。我又说，你不需要同情，那你的亲人呢？他们不需要银钱吗？温景然终于有所动容，可他并未直接答应留在李家。多谢李小姐，若有需要，我再登门求个活计。我莞尔，好，我等你。温景然一愣，稍稍撇过脸，似是不敢看我。高大男子略有些羞涩，他挠了挠头，应了一声。温景然离开了。我原以为抛绣球一事会告一段落，岂料不消2日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李家背信弃义，不承认婚事，看不起莽汉。我外出时还遭人指指点点。李家小姐妄想攀附状元郎，哪会看上莽汉？那接绣球的莽汉一定是被李家随意打发了。那莽汉岂会不要这桩婚事？必定受了胁迫才离开。总之，我被冠上了嫌贫爱权的头衔，就连李家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几番思量，我还是去了一趟温景然的家。几经打听，马车终于停靠在了一户农家小院外面，3间茅草房，甚是简陋，但院中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并不烟杂。土墙上种了一圈薄荷，绿油油一片。风一吹，清凉气味让人神清气爽。庭院中，2个6、7岁的小孩正在写字。他2人一瞧见我，眨巴着乌溜溜的大眼，一脸好奇。我是来寻你们兄长的。简单言明来意。我瞥见了墙上用木炭写下的几行字，字体苍劲有力，笔画连绵，看着干净利落。而这2个孩子正对照着墙上的字，在地上一笔一画的临摹。我问：墙上的字是谁写的？温小弟一脸骄傲：是我阿兄的字。阿兄很会读书，要不是为了养我和妹妹，阿兄早就参加科举了。我不禁唏嘘，对未来的温大将军又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让婆子将准备好的糕点端了出来，温家2兄妹馋得直流口水，却摇头道：阿兄说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们不能吃。难怪温景然不肯与我成婚，他还真是品行高洁，养出来的弟弟妹妹也是如此。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道：我是京城李家的小姐，你们阿兄接了我的绣球，我算是你们的嫂嫂了。嫂嫂不是外人，所以这些点心你们当然可以吃。2个孩子眨巴着眼，看了看点心，又看了看我，直到身后一道身影将我笼罩。温小弟大喊：阿兄，你几时娶了嫂嫂？我一回头就对上了温景然俊逸的脸，他小麦色的脸皮几乎是瞬间涨红，一路红到了脖颈，就连耳朵尖尖也没能避免。而让我震惊的是，他此时赤着膀子，结实的上半身一览无余，大概是日头有些烈，我眼花缭乱了，竟瞧见他胸膛的肌肉动了动。我僵住了，距离上一次瞧见男子的身子，已是数十年之前的事了。我与谢渊生下一儿一女后，便极少温存。他以公务为由，我也要操持府上中馈以及2个孩子的养育。谢渊一直没有妾室，也不喜女子靠近，我便没有起疑。这年轻的体魄着实让人招架不住。温景然大抵是常年做体力活，一身的腱子肉。他手里提着一条大青鱼，他的身量比例也甚是好看。近腰下面是2条大长腿，长裤撸上了膝盖，小腿健硕修韧。我的目光一路往下，落在了他赤着的双足上。他自己也意识到了，脚丫子不自觉地缩了缩。温景然清了嗓子：李小姐，
你有何事？我抬眸，四目相对，男人干净的脸庞上染上一抹可疑的红晕。我前世已嫁为人妇，自然不是什么黄毛小丫头，一眼看出男人羞涩了。从前谢渊也会偶尔羞涩，但不知从几时开始，他在我面前变成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我直言，温大哥，我是来与你商榷婚事的。他愕然，我没给他反驳的机会。这个良婿，我还非要抢了。你不为了自己考虑，也得为了弟弟妹妹着想。你与我成婚后，我可以送他们去最好的私塾。生意人最讲究利益，而眼下与温景然履行婚约，也符合我最大的利益。我自己要改命，我也想让他改命。我并不会因为谢渊而不再辅佐任何男子，爬上青云路。相反，我无所畏惧，哪怕温景然将来也会悔婚事，不试试怎会知道这一条路将是怎样的风景？何况温景然当真很好看啊，只有嫁过人的女子才懂她的体魄值万金。温景然动摇了，我见势对他循序渐诱。温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逼迫你做任何事。你我成婚之后，我会让你先适应一阵子，直到你愿意做真夫妻。温景然呆呆看着我，漆黑深邃的凤眸格外招惹人。前世他到死都不曾娶妻。温小弟插了话：阿兄，嫂嫂这么好看，你就答应吧。温小妹捂唇窃笑，但我知道温景然是个有骨气之人，我岔开话题，让他缓和一下情绪，道：时辰已不早，我饿了，想留下吃个便饭。温景然果然没拒绝。好，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。温景然开始下厨，他动作麻利的处理干净了大青鱼，又在庭院菜谱里拔了一些配菜，他动作娴熟，一看便知寻常时候没少做饭。察觉到我的目光，温景然身子一僵，后背蝴蝶骨附近的肌肉僵硬了。他背对着我，挠了挠头，这便去了里屋，穿上了外裳，之后又闷不吭声去了厨房。他全程认真烹饪，没看过我一眼，可我总觉得他在时刻留意我的动静。红烧大青鱼摆上桌时，还真勾起了我的食欲。李家也经营酒楼，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样的美食没尝过？但不得不说，温景然的厨艺精湛，简单地食材也让他做出了色香味俱全。温景然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在担心我会嫌弃。我莞尔一笑，张嘴就来：温大哥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家酒楼的大厨都不及你的手艺。像温大哥这样的男子，一定有姑娘家喜欢吧？幸好我及时认识了你。闻言，温景然一愣的同时，面颊涨红，像吃了满嘴辣椒，红彤彤的。温小妹插话：隔壁张二丫喜欢我阿兄，可阿兄说他要养我和二哥，没法子成婚，也不能拖累旁人。温景然侧过身，将碗筷擦了又擦，又寻来一只粗瓷杯盏，还给我泡上了一盏茶。他将家中最好的东西都盛出来了，我心中莫名触动。透过眼前的温景然，又联想到了前世的温大将军。那一年援军赶到时，他单膝跪地，用一柄长剑支撑着身子，怎么都不肯完全跪下。他的身体被数箭捅穿，早已没了呼吸，铮铮铁骨，是英雄气魄。我让婆子也一同落座用饭。温景然多少有些不自在，我亲自给他夹了一块鱼肉，笑着道：温大哥，你多吃些。不瞒你说，我从小跟在爹身边做买卖，看人眼光极准。我敢保证，温大哥将来一定是人中龙凤，谁嫁给你都是他的福气，你不会拖累任何人。谢渊是读过圣贤书之人，当初还不是心安理得接受我的资助，可温景然都落魄成这样了，却还不图富贵。他二人在我心中的地位孰轻孰重，我已有分辨。其实谢渊大可不必归还那些东西，我不会死缠烂打，商人最会权衡利弊，该舍弃之人，我不会留恋。一时的伤怀也只是一时的，又要不了命。温景然猛地顿住，抬眸看我，下一刻他就猛咳了起来。我起身亲自给他拍后背，这一拍让温景然咳得更厉害，他的脖梗似乎也涨红了，到底太过纯情，半分不经聊。温景然，多谢李小姐，我自己来。我也不强求，再次落座。这几日雨水颇多，眼看着外面就要变天，我故意细嚼慢咽，看来今天没有选错日子出门。不一会儿，外头就下起了雨，乡村道路泥泞，马车也不便前行。我理不直，气也壮，多少有些强人所难。道：下雨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一个弱女子，只怕无法回城了，今日得叨扰一宿。我与婆子对视了一眼，婆子先去交代了马夫与护院，让他们几人宿在马车内。今日出门时特意备了干粮和水，我的随从完全可以对付一夜。温景然很快开始忙活起来，先是整理床铺，又娴熟的缝被褥。屋子不大，倒也整洁。我看着温景然忙活，见他的双手实在灵巧，不仅写字漂亮，拿绣花针也娴熟得很。缝过几针后，还用针尖挠挠头。我身边的婆子做针线活时也有这个动作，她这副贤惠模样与她的健硕体格当真不符。我忽然有种岁月静好的错觉。
思及前世，谢渊虽待我温和，但我与他之间好似缺了什么，没有蜜里调油，也无知心交流，平日的交谈总是不够深入。但理智如我，自是明白，那段婚姻已算是上乘。入夜，我躺在洗到发白的被子里，隐约能听见隔壁床板的吱呀声，是温景然在悄悄翻身。他大概睡不着，又不敢闹出太大动静，只能缓慢翻身。婆子在我身侧附耳低语：“小姐，老奴观察了温郎君半天了，他事事细心，也会照顾人，除了家贫了些，寻不出错处了。”我眨了眨眼，故意稍稍扬高了嗓门，道：“我喜欢温大哥。”次日一早，温景然眼底乌青，一看便知他一宿没睡着。对上温景然漆黑的眸子，我直接要挟：“我已在你家中待了一宿，你还不同意成婚的话，会坏了我的名声呢。”温景然张了张嘴，倒也不恼怒，他手里端着一只瓷碗，里面是刚煮熟的2只鸡蛋，应该是给我准备的早饭。一旁的温家小弟和小妹直勾勾盯着鸡蛋，馋得舔唇。我猜这大概是温家仅有的2只鸡蛋，可他2人也只是安静地看着，他们的兄长不发话，谁也不敢争实。我看了一眼案台上供奉着的牌位，径直走上前，双手合十：“伯父伯母，我是李家清源，今日起我便要带走你的孩子们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照顾好他们，您2位在天有灵，大可以放心。等到成婚后，我再来祭拜您2位。”温景然没有再拒绝，他眼眶微红，将鸡蛋递过来：“还热乎，你快吃。”我却将鸡蛋分给了温家的小弟和小妹，弟弟妹妹正长身子，才应该多吃。等回到李家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了。温家3兄妹没什么衣裳，更没有值钱物件，故此搬家时仅1人1只包袱，实在简单方便。临行之际，温景然回头看了一眼茅草屋，我伸手触碰到他的左臂，故意摸了摸，结实又有力。他不该断臂，这辈子他还会成为大将军，而我会护着他。温景然以为我在占他便宜，他浑身紧绷，肌肉线条似乎动了动，但他不推拒，任由我摸他的左臂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：“温大哥，你别怕，我已经说过，等到你彻底接受我，你我才会做真夫妻。”温景然抿唇不语，只一味脸红。回到李家，爹娘终于看清了温景然的脸，又上下打量他几眼，不像一开始那般嫌弃了。娘乐呵呵笑了几声：“不错，是个好生养的。”爹一眼看穿娘的心思：“既然你同意成婚，那李家就开始筹备大婚了。”日子拖得越久，对李家的名誉越不利。温景然怔愣一瞬，很快恢复正派气度，他依旧不卑不亢，抱拳作揖：“小婿拜见岳丈、岳母，小婿无以回报，日后定尽心孝敬您2位。”弟弟李之瑜今年才7岁，刚好缺玩伴。他拉着温小弟和温小妹在李家宅子里四处狂逛，3个孩子倒也和谐，很快熟络起来。温景然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大婚之前，我亲自给温景然丈量尺寸，准备多做几套衣裳。温景然僵着身子，一动不敢动。等到量完尺寸，他脸上沁出薄汗，俊脸更是红彤彤的。我没忍住，垫脚亲了他的侧脸。此举是想让他尽快适应前世到底已成婚一次，我已没有少女的含羞带怯。温景然呆愣住，瞬息之间，他的神情发生了诸多变化，先是惊愕，之后是慌乱，随即转为窃喜。可他又不敢表露得太过明显，愣是上演了一场兵荒马乱。我领着温景然外出逛街，购置一些大婚所需之物，不料竟碰见了老熟人。谢渊身侧站着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，是崔之意。他2人相视一笑，眼底皆有情意流露。阿姨，你累不累？可需要找一家茶楼歇息。崔之意含羞带怯的点头，还是师兄想的周到。我猛然间一怔，想起了一桩事。我叫李清源，小名如意，前世成婚几年后，谢渊在床子之间突然唤我阿意，我还以为他是唤我的小名，可原来他是喊崔之意。崔之意乃谢渊恩师的女儿，前世时崔之意高嫁齐王府，成了齐王侧妃，而谢渊当年拼命护住的孩子，就是齐王府的小公子，是崔之意的儿子。原来如此啊！真相一下就呼之欲出了。最初，在我与崔之意之间，谢渊选择了我，只不过在后来的漫长日子里，他又逐渐腻了我，转头去欣赏了别的娇花。人心易变，我已彻底想通，遂释然一笑。如今细一回想，我与谢渊之间的感情是在婚后第3年逐渐趋于疏离的，但他那人要体面，表面上从无错处，让我误以为我2人夫妻和睦。这时谢渊也看见了我，崔之意立刻警觉，朝我递来挑衅的眼神。谢渊如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他以为赢了我。谢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看向了我身侧的温景然，他脸色骤变。李小姐，你不是悔婚了吗？他又怎会在此？这人管得真宽。我答：温大哥现在是我的未婚夫，我2人不久之后便会正式大婚，他自然在我身边。谢渊剑眉紧蹙：你疯了？
你可知他？谢渊点到为止，以免被人瞧出端倪。我与他皆是重生者，此事不能被人知晓。谢渊阴阳怪气，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李小姐还得慎重考虑，诸如短命鬼之类，定不是良人。我反唇相讥，背信弃义者更算不得良人。谢渊当了大半辈子的权臣，自负到了极致，挥袖道：哼，李小姐，我好言相劝，你不听，日后你好自为之。简直莫名其妙。我牵住了温景然宽厚的手，径直离开。温景然一脸困惑，我安抚他：温大哥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我说你是良配，你就是良配，我也会让你长命百岁，你我还儿孙满堂，供白头呢。温景然很好哄，仅此一句，他就害羞的笑了。从这一日开始，我便给温景然请来了2位文武老师。温景然诧异，我解释说：温大哥，你我虽要成婚，但你不仅仅是我的夫君，你先是你自己，才是我的丈夫。从前你为了弟弟妹妹耽误了学业，现在重新开始也不迟。你有你的优势，我也有我的优势，如此我2人结合才能共赢。生意人就喜欢下注，温景然是个好苗子，我自是要精心栽培。本朝武举不仅仅要比拼武艺，还有诸多考量，诸如骑射、马枪、身量、兵法，在武举中夺魁之人，10之8九可以成为将帅之才。参加武举入仕，总比直接上战场搏命来得强。温景然闻言，眼眶泛红，他甚是激动，喉结滚了又滚，重重点头。我定不负你的期待。温景然甚是卖力，才几日功夫，陪练的护院就招架不住了。文武2位老师告诉我，他是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奇才，只不过璞玉还需雕琢。接下来几日，满城皆知李佳慧履行婚约，各处的铺子恢复生意。这一天，我从外归来，亲自给温景然送去茶点，见他赤着膀子在操练，浑身肌理，无一寸多余。我莫名口渴，自己先喝了一杯茶。温景然一看见我，目光灼灼，又有些羞涩，但还是朝着我走来。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我抬臂给他擦汗，他身子稍稍弯下，让我可以够着。如此近距离，我2人呼吸相闻。我莫名盯紧了温景然的唇，他的唇瓣薄厚适中，喉结滚了又滚，他的唇差一点就擦过我的鼻尖。我2人皆是一愣，又立刻分开些许距离。你受伤了？温景然挠头，只是不小心被剑矢擦伤，无关紧要。我忽然不知说什么，目光也不知道该往哪里看，随手在托盘上拾起一颗栗子糖，塞进了男人嘴里。听说吃糖可以补充体力，温景然嘴里含着一颗糖，吐词不清。我体力很好。是我想多了吗？他为何要强调这个？我转头就走，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到底是重活了一世，早不是纯情少女，离着大婚还有7日。这一天，我去了首饰铺子里查账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再次见到谢渊，他也是首府手下的得意门生。谢渊直接逼近我，完全不顾我的名声，压低声音道：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取消婚事，等过上1-2年，我会以平妻身份迎你进门。我被气笑了，他以为他还是前世的权臣吗？我即便是商户女，也不会上杆子嫁他。谢渊理所当然道：你前世当惯了权贵夫人，岂能甘心下嫁？再者，那温景然活不长，你难道要当寡妇？我道：你别忘了，我前世也当了寡妇。谢渊一僵，我也不甘示弱。再者，既然你我都能重生，你要换命，我也能换命，温景然的命也能改。我转身要走，谢渊握住了我的手腕。站着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他真可笑啊！我抬起另一只手，当场给了他一巴掌。你如今不过只是在翰林院历练，拿什么官威压制我？放开！谢渊吃瘪，立刻冷了脸。你李清源，你又何必如此较真？我娶崔如意，对你我都没有坏处，可倘若娶你，我在仕途上还有诸多阻碍。我气到发笑，谢渊前世为何那般顺利？还不是因为李家有足够的银子打点，他倒好，认为与李家联姻会阻碍了他的仕途，自然他若能娶崔如意，与他而言才是最佳选择。我闭了闭眼，再次看向眼前人时，就连那点怀念也消失殆尽了。我可真后悔前世死后与他合葬了，恨不能连夜诈尸。放开他！一道雄厚的嗓音传来，温景然3步并成2步，朝着我走来。他在李家待了数日，肤色白皙了些，一身锦缎袍服也衬得他气度不凡。温景然一上来，一把推开谢渊的同时，长臂将我揽住，谢渊连连后退，才勉强站稳。温景然一脸护犊的表情，他攻击性极强，我顿觉心安。此刻的我不仅仅是信任自己的未婚夫，也是信任不久之后的大英雄。前世温景然为护满城百姓，孤注一掷，死守城门到最后一刻。可谢渊，他为了救崔之意的孩子而死，他自己的一儿一女，他却颇为疏离。谁自私，谁是英雄，已一目了然。我故意搂住了温景然的近腰，撒娇道：温大哥，
幸好你来了。上辈子谢渊告诉过我，他喜欢大家闺秀，我便事事谨小慎微，装作大方得体，掩藏了一切小女儿的心思。但其实我骨子里活泼肆意。谢渊怒极，仿佛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你名门岂有此理？温景然是个有主意的，立刻对李家的护院吩咐：还不快逐客！今后谁敢欺负小姐，你们便将人逐出门外。护院们愣了愣，我一个眼神扫过去，他们反应了过来。是姑爷。一声姑爷喊得温景然面红耳赤。谢渊被赶了出去，我依旧抱着温景然的腰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，我心思微动，垫脚亲了他的下巴。男人难掩笑意，露出雪白的牙。铺子里的仆从纷纷窃笑，而很快，我的人送来了让人不悦的消息：小姐，咱们被人盯上了。刚才外面有人鬼鬼祟祟，小的一路跟踪，才发现对方是崔府的下人。崔家派人盯着我，崔大人自是没那个闲工夫，针对我一个商户女，唯一的可能便是崔如意将我是做了情敌，民不与官斗。倘若崔如意针对我，当真会给我惹来麻烦。我一不做二不休，命人敲锣打鼓，引来长街无数人注意，我则当众豪掷千金，宣布道：我李清源今日就将这家首饰铺子转让给我的夫君，从今日起，我夫君便是这家铺子的掌柜。李家产业颇多，让出一家铺子，实在算不得割肉。我想要的是让众人皆知，温景然是我的丈夫，更是向崔如意表态，我不会与他抢男人。当日，我更是领着温景然四处乱逛，逢人就夸我李清源的夫君堪称貌比潘安。傍晚时分，温景然已被我哄成了孩子，一与我对视，就眯着眼笑。我发现他身上再无自卑怯弱，取而代之的是被我仰慕而产生的自豪坦荡。马车抵达李府，温景然搀扶我下马车之际，我的唇亲了他的额头。温景然抿唇，又挠了挠头，胸膛微微起伏。仔细一听，他的呼吸乱了，而我搂住了他的脖颈，附耳低语：巷子外面有人盯着，你配合我演一场戏，免得大婚之前有人闹事。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，算不得高手，真正的能人直接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。我要让崔如意离我远些。温景然无疑是个聪明人，瞬间心领神会，可他好似不知从何下手，就痴痴看着我。我等得着急的不行，干脆又亲了他的唇。婉晴在一旁瞪大了眼：小姐、姑爷，您二位注意着些，还没正式成婚呢。不消2日，我与温景然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外界皆知我与温景然如胶似漆，人人都说我贪慕温景然的容貌和身段。流言总结起来，便是李清源不愧是商户女，果然肤浅至极。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，实在有失体统，也移情得太过迅速。不过也有人就是喜欢听我与温景然之间的风花雪月，当然不乏有人调侃说我配不上新科状元，倒是与温景然天生一对。一番操作下来，我的人很快就发现崔家没有继续派人盯着了，我却还是小心谨慎，派人继续盯着李宅，还有各处的铺子，有任何异样立刻来报。是，大小姐。大婚之日转瞬而至，爹按着我的意思办3日流水席，也广撒铜钱，刚好借此机会让李家进一步名声大噪。夜幕降临，礼成后，我被送入洞房。温景然过来时，婉晴领着丫鬟们鱼贯而出，还发出了贼兮兮的笑声。温景然一袭大红色吉服，身量高大颀长，我看呆了一瞬，毫不吝啬的夸赞：夫君，你真好看。温景然结巴了：你也好看。我故意逗他：夫君，我知道你还不适应，那你我先分床睡。我指了指脚踏上的被褥，示意他打地铺。温景然张了张嘴，脸上似写满五味杂陈，他还是照做了。我则去了净房洗漱。等我出来时，故意穿了一件清透的薄纱睡裙，里面的兜衣若隐若现。温景然已经打好地铺，他闭着眼假装睡着，可我分明看见了他滚动的喉结。我靠近他，蹲下身将他唤醒。夫君还没喝合卺酒呢。温景然睁开眼的瞬间，他眸色滞住。我自知容貌姣好，身段婀娜有致，也知温景然对我有好感，只是无法放开。我拉着他的手起身，一步步引导他。我二人各自端着一杯酒，胳膊相缠。我小口抿了一口，催促他喝吧。温景然不曾饮过酒，一杯下肚，他的眼神开始飘忽。李小姐，你可真好看。男人呆呆道。我歪着脸笑问：那你今晚睡地铺，还是和我上榻？温景然动了动唇，两眼痴痴。下一刻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流出2行鼻血，我立刻给他擦拭。谁知一来二往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二人就齐齐躺在了榻上。
温景然撑在上方，他臂力极好，竟能在完全不触碰到我的情况下保持俯身的姿势。我在温景然漆黑的眼眸里看见了一团火苗，我喃喃启齿：温景然，你我已经是夫妻了。我揪住他的衣襟，缓缓往下拉，他像我手中的囚徒，无法逃脱，只能顺应我的心意。春风撩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原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，毕竟我也算是有经验了。谁知意外还是发生了，我一脸薄汗。温景然愧疚至极，着急万分的道歉：我错了，我不该如此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有些恍恍惚惚，男子与男子之间的区别也忒大了。我知道这并不是温景然的错，搂住他的脖颈，安抚道：不怪你，这次没成功，那就再等2日。他很急，明天一定可以。我却怂了，无妨的，再过2日，你我都要适应1、2，感情是我不能适应。当晚，温景然悄悄去了一趟净房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次日，娘问我是否圆房了，我一脸无奈，不急于一时。温景然变得十分殷勤，他每日除却侍奉爹娘，便是读书习武，每天傍晚会去铺子接我回府。接连3日下来，他的意思昭然若揭，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。娘子，你看，要不今晚再试试？我忽然觉得热了起来，但实在怂，只好找了借口拒绝。这一日，我的手帕教柳清欢登门了。她比我年长2岁，是少卿家的庶女。我2人算是不打不相识。几年前大闹过一次之后，我提出了和解，我让她发财致富，她帮我提供助力。几年下来，我2人无话不说。她已成婚，早就输了夫人发髻。柳清欢偷瞄了一眼温景然，悄咪咪问我：清源，你这夫君如何？你我是好友，你可不能扯谎。说实在的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你们才刚成婚，至少……他附耳低语，又摆出5根手指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实在难为情。柳清欢惊愕，一下读懂我的表情，不会还没圆房吧？我说出了难言之隐。柳清欢表情精彩极了，又是兴奋，又是艳羡，还露出几分遗憾。清源，你这样，他在我耳畔嘀咕了几句，助兴酒水可以免除痛苦。我本想拖延一阵子，经他一提点，我也暗暗搓搓期待了。夜幕降临，我沐浴之后，温景然才进了净房。他总说他每日习武，身上会出汗，用我洗过的澡水刚好合适，所以每日都是让我先洗。我听着净房里的水声，先灌了自己几杯助兴酒。温景然倒不用喝了，我总觉得他不需要任何辅助。这酒水果然厉害，还没等温景然出来，我已经开始体热难耐。我虽还是意识清晰，但此刻满脑子都是温景然的健硕体魄。前世人人都说我命好，才会嫁给谢渊，可我如今却觉得前世吃的不算好。我情不自禁走向净房，温景然僵在浴桶里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我。我也凝视着他，但手上动作没停，将身上薄纱睡裙直接褪下。温景然喉结滚动，眸色暗了又暗。我无师自通，今生大概是活出了自我，多少有些不成体统了。凑上前，挑起男人下巴。温景然，你是我的。天翻地转间，我被人提进了浴桶。温景然的臂力实在强大，后面的事情自是水到渠成。我忘记了具体的时辰，只记得睡了又醒，醒来又继续睡。酣睡中，我又不免想到，男人与男人间的区别，当真太大了。翌日，日上三竿，我醒来时不见温景然的踪迹。婉晴笑得合不拢嘴，故意打趣我：小姐，您昨夜哭了一晚上。我睨了她一眼，闭嘴！我提前就让婉晴熬了汤药，是重金购置的避子汤，不会伤身子。我与温景然都还年轻，还有万里路要走，眼下不适合要孩子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也要等到李家足够强大，等到温景然可以保护娘俩的时候，我才会生孩子。我问他人呢？婉晴自是知道是谁，她笑道：姑爷大清早就离开了屋子，他大概一宿没睡，先去教场跑了几圈，又去给老爷夫人请安，之后便去习武了。眼下人在读书呢。我不免震惊于温景然的体力，我依旧浑身酸痛无力。他倒好，精神头十足，天赋异禀就是不一样，稳定靠谱，不踩坑。难怪上辈子他会从草莽一路杀到大将军的位置。可到了傍晚时分，我也没瞧见温景然，他好像在避着我。直到入夜，我假装睡着，他才轻手轻脚进了屋子。温景然站在脚踏上看了片刻，他俯身凝视着我。我忽然睁开眼，一把搂住他的脖颈。为何躲我？温景然面颊一红，我身上有汗。脏，我又问，你还没回答，说为何躲我？温景然一脸歉疚，昨晚是我不好，我错了，下回我一定小心些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瓷瓶，红着脸道：这是我从药铺买来的，郎中说可以缓解不适。我俩大眼瞪小眼，气氛又暧昧起来。温景然却忽然掰开我的手，他支起身，然后背对着我：我今晚睡地铺，娘子好生休息。从这一日开始，温景然愈发勤勉，
爹逐渐对他改观，他亲眼看过温景然的文章，还有他的骑射，激动到落泪。我亲生儿子不喜读书习武，可我女婿擅长呀。接连半个月，温景然都睡地铺，他每日都会去铺子里接我，我二人除却不睡在一起之外，一切安好。这一日，柳清欢邀我吃茶，他的夫君在吏部为官，不难知晓一些朝中事。柳清欢的嘴巴没个把门的，一股脑告知我。清源新科状元郎在朝中得罪人了，他那人过分自大，竟不将阁老放在眼里，直接与阁老争论。你说他是不是这里有毛病？柳清欢指了指他自己的脑子，我却笑了。谢渊前世当了半辈子的内阁大臣，上位者当久了，无法控制的自大，他也再也不能承受旁人的敌视。柳清欢又说，他的恩师崔大人怒斥了他，导致崔之义也无法出府见他呢。清源，我怎么觉得你没有嫁给状元郎是一桩好事呢？对了，你与温景然圆房了吗？快告诉我，他体力如何？你们一夜几次？我一头黑线，他比我这个重生一次的人还要肆意奔放啊！我缓缓伸出5根手指，柳清欢睁大了眼，随即就将他的夫君数落了一遍。清源，我好悔呀，要不你我换夫吧。柳清欢平日里喜欢看话本，没什么心机，私底下总爱胡扯，但在人前他还是会装出大家闺秀的模样。我摇头，不换。这话刚好被温景然听见，他背脊挺拔，款步走来，完美的体魄让他有几分大将军的气场。他也附和了一句，不能换。柳清欢翻了个白眼，摆摆手，先行告辞，不打扰你们新婚燕尔了。我先预定娃娃亲，但我的孩子得先出生，你俩慢些再有孩子。这家伙总爱胡扯。温景然的耳朵尖尖红了，我一眼看出他的小心思。很快，年关将近，也到了让温景然崭露头角的时候了。前世也是这个时间节点，我外出查看城郊的果园子，恰好遇见被困的皇太后。当日大雪封路，太后从法华寺折返皇宫，我的马车内备好了热水和点心，还有一些应急之物。太后与我在马车内熬过一宿。次日晌午，大雪融化稍许，才勉强赶路。仗着我的功劳，谢渊才得以被帝王器重。可他只知我对太后有救命之恩，却不知是怎样的救命之恩。他也一心认为他乃状元，才让皇帝破格提拔他，免去了翰林院的历练之苦。如今一想，谢渊前世也并没有多喜欢我，只不过当时的我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后来等他位高权重，他又觉得我配不上他了，这又转头吃穆氏家贵女崔如意。他其实谁也不喜欢，只爱他自己罢了。这一次，我让温景然准备好一切，恰好在关键时候去搭救太后娘娘，一切如我所料，时间也算得刚刚好。2日后，宫里的圣旨就送达了李府。皇帝念在温景然救了太后，召他入宫，问他想要何赏赐。他按照我所说，没有要任何金银钱财，只求皇帝让他可以破格参加来年3月的武举。如此，他便不必再花3年时间，慢慢获取武举资格。皇帝问及缘由，温景然也按着我的说法回答道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草民也想尽绵薄之力。本朝兵弱，皇帝虽是个明君，奈何外敌太过强大。温景然的话触动了皇帝，皇帝当场许诺了他。温景然回府后，从身后将我一把抱住，埋手在我脖颈间。他甚是粘人，私底下颇为放肆。温景然热衷于床子，自从我适应后，他就变着花样，没完没了了。相对比前世，我与谢渊简直算不得真夫妻。温景然唤我娘子，你如何知晓那样多的事？你真是我的福星，遇到你之后，我才活得像个人。其实温景然很会说话，他只是面对旁人时显得少言寡语，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我答，我梦见过，所以便让你去试一试。不成想当真就下了太后。温景然撩拨我的耳垂，我差点没站稳。他低低轻笑，我定不让娘子失望，等我成就一番大业，便能将娘子牢牢拴在身边，再无人可以将你抢走，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我身子发软。温景然将我打横抱起，又放在他的臂弯掂量了几下。今日天寒，为夫帮你暖和暖和。我寻思着，外面还没天黑呀，今晨不是才刚，还有完没完？转瞬3个月后，到了武举开考的日子，我在温景然的衣袍上绣了一只雄鹰。温小妹瞧见后，捧腹大笑，哈哈哈！嫂嫂，你这只雄鹰长得像潦草的鸡仔。我无言以对，我的确不太擅长女工。温景然却仔仔细细欣赏半天，娘子的手真巧，我甚是喜欢。男人要出发之际，忽然将我抱住，附耳低语：娘子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一直痛恨谢渊占据过你的心，不过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能赶超他，我迟早会让他再也无法出现在你面前。这家伙之前的腼腆和害羞都去哪儿了？
愈发霸道了。本朝武举修改过数次，如今须得考3日。我安排了心腹护院，贴身保护温景然，以防万一。这3日，爹娘每天早起都会拜财神，向财神祈祷女婿高中。我不免诧异，怎么财神爷还管这事吗？我对温景然倒是颇有信心，但也焦急。3日后，一匹快马疾驰到了李府大门外，是前来送信的衙门差役。恭喜李老爷，贺喜李老爷！皇上钦点贵府女婿为新科武状元。皇帝登基后一直重武，对武举十分看重，选拔过程严格，且很快就出结果。放眼历朝历代，唯有本朝的武状元可以破格入仕，而不像其他朝代要先在御前侍卫的位置上历练几年。皇帝钦点的武状元自是前途无量，爹喜极而泣，立刻命管事搬来银锭子，打赏给了差役。差役点头哈腰，对待李家的态度大变。娘很兴奋，一掌拍在了案桌上，杯盏齐齐抖了抖。不愧是我的贤婿，我儿就是天生好命，嫁不了文状元，这又多了一个武状元。温景然并未归来，他要参加宫廷设下的酒宴，李府上下皆有赏赐，直到半夜，温景然才归来。我已经睡下，他的手伸进被褥里，从背后将我一把抱住，5分醉意，带着几分委屈。娘子，我好想你，这才几日未见，不至于吧？我被他翻了个身，两人面对着面，男人已经退去了外场。他眼稍泛红，向我吐露心声：“娘子，你是不知道，今日酒宴上，他们有人想给我塞女人，我好烦，也很讨厌。娘子，你可一定要保护我。”我被他逗笑了，他这般厉害，总不能有女子强迫了他。此刻的温景然流露出几分少年气，我甚是喜欢。他痴痴地看着我：“娘子，你真好看，像蜜桃。”我这就去洗干净。他火急火燎地起踏，立刻去净房。他知晓我洗洁，两人每次腌好，他都会自觉清洗。次日，我醒来时，外头已经大亮，我睁着眼，茫然四顾。昨晚多少有些疯狂了，幸好这辈子我脸皮厚。温景然在朝中势头正盛，一次直接对一个女子过肩摔，再无女子敢挨近他了。温景然更是对外宣称，只有他的娘子可以触碰他，满朝皆知。武状元是个妻奴，他倒也喜欢这个称呼。晚上在房中，非要扮演伺候人的奴才，我招架不住，只能用脚踹他。温景然低低轻笑：“娘子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一开始也缠我？好吧，我承认我是缠他。”这一日，谢渊又来了铺子里，他清瘦了一圈，眼底没了心高气傲。我已听说他即将外调，若无人帮衬，没个3年5载，回不了京都。不像前世，他高中之后一路平步青云，崔大人已经舍弃了他，另选了接班人。不过他之所以这么快就被外调，大概也有温景然的功劳。温景然如今是皇帝跟前的红人，政见刚好与圣意吻合。他并非一无是处的莽汉，他对诸多事情也颇有见地。温景然也是一个醋缸，至今还偶尔因为谢渊吃醋。我神色淡漠：“你有何事？”谢渊苦笑：“李清源，除你之外，他们对我好都是有目的的。我以前却以为你是带着目的接近我，想攀附我，改变商贾身份。”我不知作何回答。我是一个商人，自然也有过那种想法，但曾经我也有真情实意。谢渊兀自絮絮叨叨，崔如意见我迟迟没有建树，他竟不提婚嫁之事了。朝中那些酒囊饭袋竟屡次驳回我的政见，他们算什么？我终于明白，为何谢渊这辈子如此挫败，他还是太过自负清高了。他如此冒进，无法脚踏实地，自是惹来不少人的嫉恨。出头鸟总会遭人厌的。谢渊的眼神忽然变得湿润。我重生归来，的确想换妻，可是李清源，我上辈子不曾对不起你。没有人会一直心悦另一个人，时间长了都会腻。你以为温景然就不会腻吗？他迟早会像我一样，心思转移到旁的女子身上。我耸肩，那又如何？我总不能因为你移情别恋，我就不再相信人心吧？我没有那么懦弱，我敢赌一次，就敢赌第2次，哪怕真有那么一天，我放他走便是。至少眼下我是欢喜的，我也享受两情相悦带来的欢愉。谢渊正愣半晌，又苦笑了几声，转身时清瘦身形有些颓唐。恰在这时，温景然大步走来，他目中无他人，直直看向我，故意撞了一下谢渊的肩膀。谢渊踉跄了好几步，差点摔倒，但谢渊并未争执，他脸上甚至隐有几分自惭形秽。温景然贱兮兮的一把将我揽住，喊道：“娘子，为夫接你回家吃饭。”又是一年年关，外敌寇边，军务紧急。温景然主动请缨，镇国大将军年事已高，他挂主帅，温景然是他麾下一员猛将。大军启程之前，我匆忙入宫求见皇帝，亲手奉上了李家近80%的身价，充作军饷。皇帝有些吃惊，问我：“李氏，你倒是舍得，你是为了你夫君？”我摇头，
回皇上，臣妇并非为了自己丈夫，没有国哪有家，唯有国泰民安，李家的生意才能继续做大。臣妇只是一介寻常百姓，但也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皇帝竟如我爹那般，也是个情绪澎湃之人，当场红了眼眶。好啊，好一个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李家的银子置换成了军饷，很快也运送去了边关。钱太多并非好事，李家没有强大的靠山，未必能守得住。这个道理，爹娘与我早就明白。何况朝廷缺军饷，国库又亏空，早日铲除蛮夷，便能让温景然避免前世悲剧，上供一些银钱，也算是一箭三雕。接下来，我便在京中静等消息。起初还能偶尔收到温景然的书信，又过半载，书信也收不到了。我开始焦灼起来，难道温景然还会重蹈前世覆辙？又过几个月，边关传来噩耗，镇国大将军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而温景然也不知所踪。马上就要严冬了，前世温景然也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左臂。我坐立难安，干脆携带数十位护院，同时雇佣了武馆的师傅，带上了几马车物资，立刻启程赶赴边关。一路上，我焦灼万分，无数次祈祷上苍，一定要给温景然一个善终。我需要他，大卫也需要他。就在队伍即将抵达边关时，迎来了一场暴风雪，有人将前路堵住，步步逼近时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众人都开始戒备起来。然而，就在我看清来人的双眸时，我尖叫了一声，从马车上跳了下来，直扑了过去。温景然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，可我还是通过他的体格与双眸，就轻易认出了他。温景然先一步打开大氅，见我扑过来，他双臂张开，随后用大氅将我裹住。护院见状，便明白了，姑爷可算是找到您嘞。温景然带我去了他们的营地，原来失踪只是计策，镇国大将军的确受伤昏迷，温景然则故意诈死，让敌军掉以轻心。营帐内烧了柴火，我整个人缩在被褥里，能闻到温景然的气味。他半跪着身子，双手并用，握紧了我的双足，不停搓着。见我脚趾红肿，生了冻疮，男人一声不吭，半晌，他才闷声道：“我想你，很想。”我回应他：“我也很想你。”不过我很快岔开话题。对了，我带来了不少药材，还有续命的人参，或许镇国大将军能救回来。温景然将我一把抱住，恨不能将我摁入他的骨血。男人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：“娘子，你总能在关键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，你说是不是上苍派你来拯救我的？”温景然命人去给镇国大将军熬药，夜里他一直不肯脱衣裳，直到我发现端倪，强行扒开了他的衣襟，这才看见了左臂上的狰狞伤口，虽已结痂，可疤痕依旧可怖。我瞬间落泪，疼吗？是不是很疼？看上去像是整条左臂差点被砍断。温景然笑了笑，哑声说：“娘子，你亲亲我，我就不疼了。”我破涕为笑，低头亲了他左臂上的疤痕。幸好这条左臂保住了，好像因为我的重生，诸多事情的轨迹发生了改变。这一世的温景然身为朝廷命官，有下属保护，他又专门习过武，自是不像前世那般惨烈。接下来，我暂驻营帐，而温景然的计划也开始实施了。大战开启的悄无声息，敌军发觉之时，我军已如破竹之势进攻。半个月后，镇国大将军也苏醒了，温景然此次代替了他的主帅之职，率大军直捣黄龙。镇国大将军颇为欣慰，甚好，老夫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镇国大将军的几个儿子都战死了，唯一的女儿便是当今皇后娘娘。天际放晴，积雪融化，凯旋归京途中，温景然的几位副将时不时在我面前吹捧他们的上风。温将军可一人敌100人呢。是啊，有一次开战，温将军一人骑死了3匹马，可不是吗？温将军英勇无敌，军中厨娘痴目上了将军，可惜将军心里只有夫人您。夫人可得对将军好些，当初将军左臂差点被砍断，他昏迷时一直喊着夫人的名讳呢。话说将军和夫人几时喜得贵子，打算生几胎？这些人管得可真宽。我有时与温景然同骑一马，累了又回到马车内。温景然晚上也会上马车，他总容易动情，我被他个得慌，又不敢闹出动静。你别乱动，会被人听见的。温景然无奈叹气，可是娘子，我一瞧见你就想。他又开始说荤话，还说当初第一次见面那会，他其实很想留下来当上门女婿，只是囊中羞涩，生怕拖累家人。娘子，我第一次入住李府那日晚上就梦见了你，我赶紧堵住他的嘴，别说了。终于回到京都，满城百姓、恭迎将士们凯旋而归。温景然让我坐在他身前，我2人同骑一马，从朱雀大街路过。温景然附耳，这下好了，满城皆知你我是夫妻。
镇国大将军极力推崇温景然，皇帝也想重用他，正好趁此机会封他为常胜大将军，赐了将军府。李家老小也一起入住。如今温小弟、温小妹和李之瑜三人已经难舍难分了，我这才过上几日安稳日子。京都城风靡起了我与温景然的画本子，我自己也买来一本。饶是我活了2辈子，也被画本内容羞得无地自容，怎能这样杜撰？这天晚上，温景然归来时，怀里也揣了一册画本，他神色认真。娘子，这画本倒是可以借鉴一二。我面红耳赤。又过几年，温景然每次出征，都会大胜，我则成了一品诰命夫人，得此殊荣，不单单是因为温景然是我的丈夫，李家每年都会上贡近80%的身家，绝不做那富可敌国的商贾，这是大义，更是自保。40岁这一年的中秋，宫廷设宴，温景然牵着我入宫，我们的长子已有他高了，长得丰神俊朗。我竟看见了刚回京任职的谢渊，他即便终于归京，却也只得了一个5品的闲职，此生再想往上爬，只怕难于登天。他曾得罪不少权贵，为人刚愎自用，饶是他有前世记忆，仕途也绝比不得前世。谢渊寻了机会见我，你恨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去死？我摇头失笑，非也，让你活着，可能更能惩罚你。不过我早就不在意你的事了。温景然很快就寻了过来，他一会瞧不见我，就急着到处找人。男人大步走了过来，很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。他如今已是一等权贵，完全不将谢渊此人放在眼里。娘子，为夫带你回去。我含笑点头，与谢渊擦肩而过。前路漫漫，与无爱执手一生，可免了大半的人间疾苦。身后，谢渊发出了低低的呜咽声，但与我无关。温景然死于30岁，他去了阴曹地府，被冥王告知他此生功德圆满，上苍可以满足他一个夙愿。温景然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人，李家清源，她是他见过最美的女子。初见李清源，以为她是乞丐，亲手递给他银子与馒头，还有一颗栗子糖。他那日中暑，拒绝的力气都无，他吃了馒头，将银子带回去，给小弟浇了束修。那颗栗子糖，他一直珍藏着，舍不得吃。再次见面，李清源没有认出他。小妹风寒，他背着小妹到处求医，李清源替他请了郎中，还给了他药。当时温景然在想，世间怎会有这样的好女子。第3次见面那次，李清源抛绣球招婿，温景然处在街角，眼神看呆了，他心头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情绪，扰乱了他的心神。可他明白，他与他是云泥之别，此生无缘。到了第4次见面，温景然在拼死守城，李家清源亲自带着一支护院队伍送来了粮草。他退去临城之前，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将军，多谢你坚守至今。”他还是没有认出他。温景然亲眼看着李清源离开，他咬紧了牙关，拼死也要守住边关最后一道防线。温景然不知自己是如何熬到了最后，他忘了疼痛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掏出了怀中的那颗陈旧栗子糖。栗子糖用油纸包裹住，表面早已被磨光，这糖应该很甜吧？他猜，终究是来不及品尝了。此刻回顾了自己短暂又凄风苦雨的一生，温景然忘了自己想要什么。他动了动唇，只有一个念头：道，我想要李家清源。